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赵丽颖楚乔传9年后逆袭，老剧重播单日破亿真相曝光。谁能想到，一部已经有9年历史的老剧《楚乔传》，竟然在2026年迎来了令人咋舌的逆生长奇迹。近期，这部剧在各大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装上了火箭一般一路飙升，单日播放量轻松突破3000万，环比增长高达整整300%。许多网友一边刷着弹幕，一边感慨道：“这哪里是简单的追剧回顾，简直就是一场震撼的影视圈文艺复兴。”当你仔细翻查数据时，才会发现这股翻红的浪潮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小插曲。而当年主演们的各种默契互动，也让观众的情怀值直接飙到顶点。其实，大家之所以突然重回这部老剧，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新版续作的不满和意难平。当新剧将原本硬糊且大气磅礴的是弩指歌格局，生硬地改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路恋爱桥段，评分一口气跌破及格线时，观众的情绪瞬间爆炸。与其忍受那些敷衍了事的新番，大家干脆选择集体穿越回9年前。当年赵丽颖在沙漠里完成拖行戏，坚决不用替身，薇娅吊着从高处摔下，膝盖被磕出血，仍然咬牙笑着喊再来一条。窦骁穿着60斤重的铠甲，硬扛9优台的大场面戏，汗水和坚持几乎滴落在每一帧画面里。还有李沁那段层次丰富、黑化的淋漓尽致的演技，如今回看依然堪称经典。这种扎实的敬业精神和剧中拳到肉的节奏感，与如今依赖慢动作和厚重滤镜撑场面的古装剧相比，简直就是一股清流，让人倍感珍贵。一部老剧能够时隔9年再度杀回热度巅峰，除了观众自带的情怀滤镜，更重要的是大家心中那杆公平的秤开始起作用。时间从来不偏袒浮躁，它就像一只大筛子，最终会把那些虚浮注水的作品筛掉，留下的才是真金白银。当年楚乔喊出我要带你们回家的时候，多少观众的热血被彻底点燃，如今再看依旧能让人热泪盈眶，起鸡皮疙瘩。这不仅仅是一次剧集的胜利，更是给当下的影视圈上了一课，别总想着走捷径糊弄观众，只要肯踏实下功夫，精雕细琢，即使多年过去，依然可以凭实力翻盘，留下历久弥新的经典。9年过去了，楚乔传还能在2026年掀起如此惊人的追剧热潮，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当我重新打开这部剧时，却发现它的翻红其实一点也不偶然。作为一名观众，我始终觉得真正的经典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次看会被剧情吸引，第二次看会被人物打动，而多年后重温，则会被作品背后的诚意所震撼。楚乔传恰恰属于这样的作品。当年追剧的时候，很多人关注的是楚乔与宇文玥的命运纠葛，是跌宕起伏的剧情，是热血沸腾的成长线。而9年后再回头看，最让人感慨的却是赵丽颖对楚乔这个角色倾注的全部心血。赵丽颖饰演的楚乔，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女主，她身上有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有身处绝境依然不认输的倔强，更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责任感。尤其是在那个女性成长题材还没有如今这样成熟的阶段，楚乔的出现无疑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楚乔在风沙中奔跑的身影，记得她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起来的眼神，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经过时间沉淀后反而变得更加珍贵。而赵丽颖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这样的角色，并不仅仅因为她演技出色，更因为她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人物之中。那些不用替身完成的高难度动作戏，那些满身泥土、满脸风沙的镜头，
那些情绪崩溃却依然保持克制的表演，都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演员对于作品最基本也最难得的尊重。如今很多影视作品追求华丽包装，依赖特效、滤镜和营销制造热度，但楚乔传重新爆红，恰恰证明观众最在意的始终还是故事和人物。重温剧集时会发现，赵丽颖的表演有着非常强的代入感。她没有刻意制造所谓的大女主气场，而是让观众一步步陪伴楚乔成长，从一个任人摆布的奴籍少女，到拥有改变命运勇气的战士，每一次蜕变都让人信服。这种真实感，才是角色能够跨越9年依然被大家铭记的关键。更令人感动的是，楚乔传的成功并非赵丽颖一个人的功劳。窦骁饰演的燕洵前期温润如玉，后期黑化后的复杂层次，至今仍被许多观众津津乐道。李沁塑造的元纯公主，从天真烂漫到命运扭曲的转变，同样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正是因为演员们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才共同构建出了那个令人难忘的乱世世界。而这次翻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完全依靠观众自发传播，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轰轰烈烈的营销，只有无数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片段，讨论剧情，重温经典。大家仿佛在用实际行动告诉行业，好的作品从来不会被时间埋没。很多人说这是情怀效应，我却觉得情怀只是敲门砖。如果作品本身质量不过关，再浓厚的情怀也撑不起如此惊人的热度。观众或许会因为怀念点开第1集，但能够一路追完，甚至主动推荐给年轻观众，一定是因为作品本身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时间是最严格的评委，有些作品播出时声势浩大，却很快销声匿迹；有些作品当年或许并非完美无缺，却能够在岁月里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认可。楚乔传显然属于后者。而赵丽颖也用这个角色再次证明了什么叫做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演员。这些年，她不断挑战不同类型角色，从古装到现实题材，从青春成长到复杂女性群像，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她没有停留在舒适区，也没有沉迷于流量光环，而是在一次次作品中完成突破和蜕变。所以当看到楚乔传9年后再度爆发时，内心其实有一种特别欣慰的感觉，因为这不仅是楚乔的胜利，也是赵丽颖坚持品质路线的一次回响。观众或许会被短暂的热度吸引，但最终留下来的永远是真诚与实力。当年那个在荒漠中奋力奔跑的楚乔，如今依然能够让无数人热血沸腾。而那个为了角色拼尽全力的赵丽颖，也终于再次收获了来自时间的最好答案。9年过去，楚乔传没有老去，反而愈发闪耀。这或许正说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经典从来不会被遗忘，真正用心塑造角色的演员，也终将被时间温柔以待。赵丽颖错失白玉兰真相曝光，根本不是演技不行，是段位早已不匹配。没入围白玉兰名单那天，手机推送叮的一声，我第一反应是完了，赵丽颖是不是要被嘲？结果刷了一圈，发现嘲她的人少得可怜，反倒都在问白玉兰是不是跟不上她的速度了。去年幸福到万家播完，我妈连追3遍，边追边骂万传家，边夸赵丽颖演得像村口那个倔丫头。我也看了，确实不渣，没有撕逼，没有崩溃大哭，就是一个农村媳妇一点点硬刚到底。我看完心里踏实，但没想着她能拿奖，她太像生活本身，不够戏剧。后来名单出来，刘威老师评万善堂入围男配，一下就懂了，不是剧不好，是评委就好那口飙戏的辣椒味。赵丽颖端上来的这碗清汤面不合口味罢了。再往前倒，她早就把电视剧奖拿了个大满贯。金鹰、飞天都揣兜里，还是85后第一个做到的。换别人早躺平接古偶继续赚快钱，他倒好，扭头扎进电影圈。
春节档第20条里，她演聋哑人郝秀萍，全程没台词，就靠一双通红的眼睛把电影院看哭一片。票房24亿，豆瓣开分8.7，这下没人再说电视剧演员演不了电影。更狠的是，她不满足于只当演员，谁是凶手她直接挂出品人。开机第1天自己蹲在监视器后面盯素材，一条没过就中来。现场工作人员发朋友圈，以前叫他赵老师，现在的叫赵总，人家不演了，开始造戏。所以这回没提名，真不算坏消息。白玉兰是上海地方奖，过去还被吐槽偏爱海派班底。去年某部沪语剧全员上桌，收视率却才0.3，观众愣是没看懂。说白了，任何奖都有口味，你觉得山珍海味，评委就好那口臭豆腐。赵丽颖现在忙着跟张艺谋、跟陆阳混剧组，顺手还学剪辑，哪有功夫陪跑？一句话，她已经不在这个赛道卷了，白玉兰还在圆的打转。看到赵丽颖这次再次与白玉兰提名擦肩而过，作为一路看着她成长的观众，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但这种遗憾并不是因为担心她被否定，而是觉得这样一位不断突破自己的演员，似乎总是在用超前于外界期待的速度向前奔跑。这些年，关于赵丽颖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关注她的流量，有人关注她的话题度，也有人盯着奖项名单的一举一动。然而，真正持续关注她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她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依靠古装偶像剧走红的演员了。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让很多观众第一次意识到，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情绪爆发，而是生活感。她没有刻意去制造戏剧冲突，也没有用夸张的表演去争夺观众注意力，而是把一个普通农村女性面对不公时的倔强、隐忍与坚持，一点一点渗透进角色的骨血里。这样的表演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哭戏，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像真实生活一样后劲十足。很多观众评价何幸福时都会说一句话，他不像演员演出来的，更像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其实对于演员而言，这恰恰是最难达到的境界。当表演痕迹完全消失，角色取代演员本身站在观众面前时，那种力量往往比所谓的高光片段更珍贵。而真正让我佩服赵丽颖的是，她从来没有停留在舒适区。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拥有稳定的人气和成熟的市场号召力之后，完全可以继续选择最稳妥的路线。但赵丽颖偏偏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从风吹半夏到幸福到万家，再到电影第20条，她几乎每一次出现都在主动打破外界对她的固有印象。尤其是在第20条中饰演郝秀萍时，那个几乎依靠眼神和肢体语言完成塑造的角色，让很多观众重新认识了她。没有大段台词，没有刻意煽情，甚至连一句完整表达情绪的话都没有。但当她红着眼眶，带着绝望与委屈看向镜头的时候，观众却能瞬间读懂角色所有的遭遇与痛苦。那一刻，大家看到的已经不是赵丽颖，而是真正生活在故事里的郝秀萍。这种转变其实非常难得，因为从电视剧演员向电影演员跨越，并不是简单换一个拍摄场景，而是表演方式、镜头语言以及角色塑造逻辑的全面升级。而赵丽颖这些年的每一步，都在证明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她的目标似乎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演员身份上。从参与幕后工作到学习制作流程，从理解项目运作到关注内容创作，她正在尝试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影视行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赵丽颖如今的发展方向已经发生变化。她不再单纯追求某一个奖项，也不再把自己困在某一条固定赛道里。奖项当然重要，因为那代表专业认可。但对于一个不断突破边界的人来说，奖项或许只是成长路上的一个节点，而不是最终目标。回头看看这些年的赵丽颖，
你会发现他最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拿了多少荣誉，而是始终保持向上的勇气。出身普通，却一步步走到今天。面对质疑，没有争辩，而是用作品回应。拥有成绩之后，也没有停下来享受掌声，而是继续挑战更难的角色。所以这次没有出现在白玉兰提名名单里，固然让人感到遗憾，却并不足以定义他的价值。真正优秀的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而赵丽颖这些年的每一次转型，每一次突破，每一次重新出发，都已经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或许多年以后再回头看，人们记住的未必是哪一年是否入围某个奖项，而是那个从不为自己设限，不断向前奔跑的赵丽颖。对于喜欢她的观众来说，这种持续成长带来的惊喜，本身就比一座奖杯更加珍贵。因为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而是在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到达终点时，依然选择继续出发的人。而赵丽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赵丽颖小城大事长尾爆火，收视登顶卫视，入围飞天奖候选。据悉，在最新的飞天奖候选名单里，赵丽颖凭借小城大事长尾爆火，收视登顶卫视，入围飞天奖候选。这一消息一出，引起了不少粉丝朋友们的纷纷祝福。小城大事是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百纳千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腾讯视频等联合出品，孙浩执导，赵丽颖、黄晓明、陈明昊、朱媛媛领衔主演，秦俊杰特别主演，耿乐、于矮磊特邀主演的主旋律年代剧。该剧于2026年1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腾讯视频全网独播。2026年1月10日首播当晚，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值突破23000，央视8套收视率峰值达 2.6%。次日该剧在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值破24000。20世纪80年代初，平川县为了加快发展，决定设立粤海镇。李秋平、赵丽颖是与郑德成、黄晓明是2名能力及个性突出的干部，秉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央1号文件，找到了改革的办法，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用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以集资合伙的创举，在滩涂之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这是一段从无到有的造成奇迹，更是中国建城史上的一次壮举，几十万农民的命运因此得以改变。李秋平、郑德成、解春来、陈明昊是高雪梅、朱媛媛是等造成者敢想敢干，敢为人先，在阳光灿烂的80年代谱写了华丽的篇章。在流量营销逐渐失效的当下，现实题材剧集正凭借扎实的质感迎来高光时刻。今日最新文娱动态显示，由赵丽颖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剧《小城大事》持续展现出强劲的长尾效应，不仅收视连日登顶省级卫视榜单，更顺利入围飞天奖优质剧集候选名单，实现了业内与路人的双向认可。作为一部聚焦市井民生、改编自报告文学的年代大剧，《小城大事》摒弃了悬浮人设与狗血滤镜，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奋斗日常。剧中，赵丽颖大胆褪去偶像光环，以素颜短发造型饰演基层干部李秋平，精准刻画了角色的沉稳与韧劲。黄晓明等实力派演员也全员在线，共同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的80年代画卷。这种扎根泥土的真实感，让该剧成功打破圈层壁垒，成为当下内娱现实主义剧集的新标杆。与此同时，赵丽颖近期的线下生图状态也在网上引发热议，松弛大气的自然面貌备受好评。从古装流量剧成功转型现实正剧，她正一步步拓宽戏路。尽管此前白玉兰奖的落选曾引发外界对演技的争议，但如今手握飞天、金鹰2大重磅奖项提名与实际，无疑是对她深耕表演最好的证明。网友们，你们认为这部剧怎么样？作为观众，我觉得《小城大事》最大的成功，不是收视率有多高，
也不只是入围奖项候选名单，而是它真的让很多人重新相信，现实题材剧一样可以拍得好看，拍得动人。从开播开始，这部剧给人的感觉就和很多悬浮都市剧不一样，它没有刻意制造狗血冲突，也没有依赖流量话题炒作，而是把镜头放在普通人的奋斗与时代变迁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股敢闯敢试的精神，被拍出了真实的温度。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故事，而是一群为了改变命运拼尽全力的人。其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很多观众最初认识赵丽颖，可能是因为《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作品。那些角色让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古装女主，但这些年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到，她一直在主动跳出舒适圈。小城大事里的李秋萍，没有华丽服装，没有精致妆容，短发、素颜，朴素的穿着，甚至皮肤都刻意保留了年代感。赵丽颖把基层干部那种既有理想又脚踏实地的状态演得非常自然。特别是在面对困难时眼神里的坚定，以及面对群众时流露出的真诚，都让人物变得可信。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没有把李秋萍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演出了一个有压力、有迷茫，却始终坚持向前的人。这种真实感恰恰最容易打动观众。而且不得不承认，赵丽颖这些年的转型道路其实并不轻松。从农村题材到现实主义，从年代剧到电影，她不断尝试不同类型角色。很多演员在拥有流量之后会选择最安全的路线，但她似乎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无论外界评价如何，她始终把重心放在作品上。所以当看到小城大事产生如此强劲的长尾效应时，很多观众会觉得这并不是偶然。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不会只靠开播时的热度，而是依靠口碑慢慢发酵。播出结束后，依然有人讨论角色，讨论剧情，讨论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这才是长尾价值的体现。对于飞天奖候选名单，入围本身其实已经说明了行业对作品质量的认可。奖项最终花落谁家固然重要，但比奖杯更珍贵的是观众的记忆。许多年后，人们未必记得某一届具体的获奖名单，却会记得那些真正触动过自己的角色。李秋萍这样的角色正属于后者。另外，小城大事能够获得认可，也离不开黄晓明、陈明昊、朱媛媛等演员的精彩表现。整部剧没有谁刻意抢戏，而是共同完成了一幅充满时代气息的群像画卷。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也是现实题材作品最难得的地方。如果问我这部剧怎么样，我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它未必是节奏最快、话题最多的电视剧，但它是一部有厚度、有温度、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它让观众看到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奋斗，也让大家看到了赵丽颖作为演员不断成长的轨迹。从流量明星到实力演员，从古装女主到现实题材代表人物，赵丽颖或许还会继续面对各种争议，但小城大事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一件事：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而小城大事恰恰就是这样一部能够留下来的作品。对于喜欢赵丽颖的观众来说，这份成绩单比任何热搜都更有分量。官方认可的正能量。王一博双驱刷屏高考赛场。6月蝉鸣起，高考如期而至，千万学子奔赴人生重要赛场，而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旋律，成为了这个夏日最温暖的加油声。今年高考首日，王一博演唱的《未来我来》强势刷屏各大权威平台，新华社、央视频、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选用这首歌曲为考生送上祝福。温柔又有力量的歌声，响彻在全国各个考场之外，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高考战歌。早在高考来临之前，海报新闻就率先用《未来我来》为学子鼓劲，待到6月7日考试正式开启，
新华社官微更是将这首歌置顶推送，一句祝愿所有追梦人如愿以偿，搭配动人旋律，瞬间戳中无数人内心。环球时报同步转发接力祝福，朗朗上口的歌词，未来我会去远航，未来我也会发光，化作送给少年们最真挚的时代寄语。除了新作之外，王一博去年演唱的央视54主题曲《青春探路者》也再度走红。央视频清晨发文，伴着悠扬歌声祝愿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两首金曲双线出圈，承包了整个高考季的励志氛围。这两首作品能够收获官方持续青睐，从来都不是偶然。作为近5年唯一连续2年扛起央视54晚会主题曲演唱重任的艺人，王一博用歌声诠释着新时代青年该有的模样。2025年，他唱响《青春探路者》，以昂扬姿态诉说青年探索之路。2026年，再度演绎《未来我来》，词曲间满是奔赴远方的勇气与自信。这首全新主题曲由总台倾力打造，科技感满满的 MV 里，科研工作者、乡村教师、舰艇兵等各行各业的奋斗青年依次亮相，搭配王一博真挚的演唱，歌手与平凡追光者双向呼应，勾勒出当代青年奋力向上的群像。因为我就是本源里的光，简单的歌词道破初心，也让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都读懂坚持的意义。歌声之外，王一博身上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也成为考生们的精神支柱。电影《热烈》里，他塑造的街舞少年陈硕深入人心，一直努力就会成功，我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这些经典台词被无数媒体网友反复引用，成为考场之外的精神养料。荧幕里执着追梦的角色，现实中一往无前的人生，两种身影相互交融，让这份鼓励变得格外真切。如今这2首励志歌曲早已走出舞台，落地生根，全国2000余所中学将其纳入励志教材，用音乐滋养少年成长。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作品还经由 CGTN 推出多语种版本，传播至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媒体盛赞其开拓了主流文化输出的新方式。舞台上是唱响青春的歌者，荧幕中是用心塑造角色的演员，赛道上是全力冲刺的职业赛车手，公益路上是践行责任的青年代表。身兼多重身份的王一博，始终以踏实、坚韧、热忱的姿态面对每一份挑战。也正因如此，才有考生将他视作带来好运的陪伴。不少家长带着相关物料默默陪考，这份双向的温暖在盛夏里缓缓流淌。旋律不息，梦想不止。高考从来不只是一次考试，它更像是一场关于梦想、勇气和坚持的成人礼。而今年高考季，最让我感触颇深的一件事，就是王一博演唱的《未来我来》和《青春探路者》再次成为无数考生耳边最熟悉、最温暖的声音。当我看到新华社、央视频、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选用《未来我来》为高考学子加油时，心里其实并不意外。因为这首歌身上有一种特别纯粹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空洞口号，而是用最真诚的方式告诉年轻人，未来就在前方，而你值得奔赴。未来我会去远航，未来我也会发光。短短一句歌词，却像是在无数考生紧张焦虑的时候，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高考考的不只是知识，更是面对压力时的勇气。而王一博的声音里，恰恰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坚定感。那种坚定，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像是一个同样经历过无数挑战的人，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坚持向前。这些年一路关注王一博的人都知道，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奋斗的成长故事。从练习生时期默默无闻，到后来在音乐、影视、街舞、赛车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自己，他几乎从来没有走过所谓的轻松路线。很多人看到的是他的成功，却很少有人看见他背后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坚持。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唱起《未来我来》时，那些歌词才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尤其是在 MV 中，当科研工作者、乡村教师、舰艇兵等奋斗者的身影与王一博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首青春歌曲，更是一幅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每个人都在为梦想努力前行。而王一博的声音，就像连接这些普通奋斗者与年轻学子之间的一座桥梁。让我特别感动的是，《青春探路者》与《未来我来》两首歌曲连续在高考季被广泛传播，这说明大家认可的并不仅仅是旋律本身，更是歌曲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如今的娱乐圈并不缺流量，也不缺热度，但真正能够连续多年获得主流媒体认可，并且让作品成为青春励志符号的艺人，其实并不多见。王一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他的作品和他的个人经历形成了高度统一。电影《热烈》中的陈硕，为了热爱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起来。现实中的王一博，同样在无数质疑声中不断成长。电影里那句"我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如今看来更像是他这些年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作为观众，我特别喜欢《热烈》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梦想描绘得轻而易举。成功从来不是童话，而是无数次失败后的坚持。陈硕如此，王一博也是如此。因此，当考生们在考场外听到这些歌曲时，他们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精神力量。很多网友都说，王一博身上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天赋，而是拼劲。这种拼劲体现在舞台上，也体现在赛车场上，体现在影视作品里，也体现在公益行动中。无论面对什么身份，他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种专注和认真。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榜样力量。所以当看到全国许多学校把这些歌曲作为励志音乐播放时，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青春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鸡汤，而是真实可感的激励。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作品不仅影响着国内年轻人，还通过多语种版本传播到世界各地。音乐跨越语言，梦想跨越国界。当越来越多海外观众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时，王一博所传递的已经不仅是个人影响力，更是一种青春文化的表达。有人说，偶像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我想答案或许就在这里，不是制造多少话题，也不是创造多少热搜，而是在某个重要的人生节点，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点力量，一点勇气，一点继续向前的信念。今年高考季，未来我来和青春探路者刷屏全网，看似是一场音乐的传播，实际上却是一场关于梦想的接力。而王一博正是那个把接力棒传递给无数年轻人的人。旋律会结束，但奋斗不会停止；高考会落幕，但人生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愿所有考生都能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勇敢远航，自信发光。也期待未来的王一博继续用更多优秀作品陪伴大家成长，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一路向前，成为照亮更多追梦者的一束光。630天没进组的顶流，这次真的被盯上了。这2天，匿名爆料的子弹又一次在内娱上空转圈，所有碎片化线索都指向一个名字：王一博。上市公司的唯一营收顶梁柱，连续630多天没进过新剧组，不拍戏的时候只窝在山里骑车，这串标签叠满，换谁都觉得这是一场即将爆炸的地雷。但真相究竟如何？这场猜谜游戏背后，到底藏着商业博弈，还是纯粹的造谣狂欢？被模糊标签框死的靶子匿名爆料最大的魅力，就是只说半句话，剩下的让网友自己去填答案。王一博恰好是那个完美靶心，根据公开数据，他至少为乐华贡献了超60%的营收，是当之无愧的唯一收入来源。而追风者于2023年杀青后，长达近2年的影视空窗期也让粉丝焦虑感爆棚。
再加上爆料里提到的放弃拍戏、沉迷户外运动和赛车，网友们几乎是一秒锁定了目标。一时间，从线下活动疑似不过审，到线上参与晚会最终却被删减镜头的传闻此起彼伏，这盘未进组的棋，似乎在舆论中被演绎成了彻底的软封杀。塌房传闻的几种剧本水越搅越浑，更离谱的剧本也随之出炉，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拒签风险协议。据说，由于部分资方认为王一博存在某些潜在雷点，要求其签署高额履约风险协议，而王一博出于保护自身利益拒绝签字，结果直接被拉进了行业的投资黑名单。另一个引爆互联网的，则是将他与已落马的北京首创集团原董事长李爱庆捆绑。这条线本身就牵扯着互联网巨头和阿里的投资关系，而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及《热烈》恰好都与李爱庆管理的投资有关，很难不被发酵成脑洞大开的权力悬疑剧。至于所谓的籍贯的深水区，至今仍像一团无头乱麻，只有猜测没有实证。粉丝回击，他真的只是在充电，面对泼天来的脏水，粉丝也没坐以待毙。在王一博的纪录片《探索心境》中，他本人曾坦言，因为过往高强度的工作导致身心俱疲，接戏接到麻木，选择停下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的契机，去重新找回演员的初心。粉丝随即指出，这2年没拍戏不等于躺平，他在埋头拍纪录片，冲过赛车终点线，甚至登上了巴黎时装周和联合国演讲台。更直观的打脸证据是商业价值，即便不进组，他依然是33个国际高奢品牌的代言人，稳坐2026年福布斯榜单。顶流的进组困局与最终悬念，事实上，在影视寒冬背景下，王一博长达600多天的影视空窗期其实并非个例。刘亦菲、杨颖、胡一天等演员同样面临着以年为单位计算的空窗期。真正的痛点在于，他与乐华的合约即将于2026年10月到期，外界普遍猜测公司目前的态度更像是在合约到期前的一种变相施压与博弈。不可否认，王一博的商业帝国依然坚不可摧，但在流量的高速公路上长期处于真空期，是否会磨损掉积攒的演员和新鲜感，是一道无解的难题。目前所有爆料都仅停留在猜测阶段，无实锤，无实名，无官方定性。无论是主动休整还是被动雪藏，这场漫长的等待终将随着他的下一部戏约或合约到期后的人生走向画上句号。看到这篇内容后，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王一博是不是出事了，而是如今的内娱似乎越来越习惯用猜测代替事实，用标签代替证据。而王一博恰恰又是那个最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下观察的人。630多天没有进组，这个数字确实很扎眼。对于一个正处于事业黄金期的演员来说，2年的影视空窗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引发讨论，更何况是王一博这样的话题人物。从有匪到风起洛阳，从无名到长空之王，再到热烈和追风者，他的每一步成长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于是当他突然慢下来，外界第一反应不是他在休息，而是他是不是出问题了。这其实也是顶流艺人的无奈。普通演员1年不拍戏，大家会说是在挑剧本；顶流1年不拍戏，立刻就会衍生出几十种版本的阴谋论。尤其是在匿名爆料盛行的时代，一些模糊不清的描述往往比明确的事实更容易传播，因为越模糊，越能让人自行对号入座，越没有证据，越能激发网友的想象力。而王一博恰好符合那些爆料中的很多关键词：乐华的重要艺人，长期未进组，热爱摩托车和户外运动，这些公开信息叠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把所有传闻都往他身上套。但问题在于，符合标签不等于事实成立。到目前为止，所谓风险协议、行业黑名单、软封杀等说法都没有任何权威证据能够证实。很多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加工，最后甚至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作为观众，我反而更愿意关注那些能够被验证的东西。比如这2年里，王一博并没有彻底消失。纪录片探索心境，让很多人看到了镜头之外的他。没有角色滤镜，没有华丽包装，有的只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年轻人。骑摩托、越野、探索自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务正业，但换个角度看，也许正是这种远离名利场的经历，才能让一个演员重新积累生活感受。很多优秀演员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他们在高强度工作之后主动停下来，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需要重新寻找创作热情。演员终究不是流水线产品，如果永远为了热度而接戏，为了曝光而营业，最终消耗掉的往往是最宝贵的创造力。我一直觉得王一博最难得的一点，是他始终有一种不太符合娱乐圈规则的倔强。别人拼命维持曝光，他去赛车；别人频繁参加综艺，他去拍纪录片；别人忙着制造话题，他选择沉默。这种性格有利有弊，好处是能够保持独立，坏处则是容易被误解。因为在流量时代，沉默往往会被解读成默认，低调则会被猜测成失势。但从商业层面来看，现实似乎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能够持续获得国际品牌认可，本身就说明市场对它的价值判断依然存在。真正被市场放弃的人，不会在长时间没有影视作品输出的情况下，依然拥有如此稳定的商业影响力。资本或许现实，但资本从来不会和价值过不去。当然，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长期空窗确实存在风险。观众是健忘的，影视行业的更新速度更是惊人。2年时间足够诞生新的爆款剧，也足够捧红新的演员。如果未来继续没有影视作品问世，王一博必然会面临关注度被分流的问题。所以对于很多粉丝而言，最期待的其实不是辟谣，而是进组消息。因为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比任何声明都更有说服力。回头看这些年的王一博，会发现他一直在争议中成长，从被质疑演技，到凭借追风者获得认可；从被说只能靠流量，到连续在电影领域完成突破；从唱跳偶像到演员、赛车手、纪录片参与者，他始终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因此，比起相信那些没有证据的爆料，我更愿意相信时间。娱乐圈每天都会诞生新的传闻，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从来不是热搜里的猜测，而是作品里的答案。或许630天的等待确实漫长，或许未来仍然充满未知，但对于王一博来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外界如何定义他，而是当下一次站在镜头前时，能否再次用角色证明自己。而作为观众，我也愿意把最终的判断留给他的下一部作品，因为所有传闻终会散去，只有实力和作品，才是一个演员最有力的回应。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